哎呦我的老天呀！拍戏都拍完了，今天还有几场没拍，但是因为明天好多戏份，所以今天就先不拍了。大家都累的，给摄影师干的那个流鼻血了都，大家都太累了，工作量太多了，摄影师都流鼻血了，你想想多快。进度怎么样？进度，因为我们第一天进度就是第一天就是拍摄不顺利，所以浪费了一天。但是我们后几天应该能补回来的。辛苦还好，就是因为我们是连轴转嘛，但是其实我们工作量其实不多，但是因为我们只能拍10天，然后大家要集中的去拍，所以连续10天其实就有一点点辛苦。就比如说你们上班，你们也会想找个双休日，对。我要买黑色花衬衫，那不是我的，那是小薇的。芝麻开门在哪里看？以前微博看过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你男朋友呢？我单身。地板拖干净了，我不会用你那玩意儿，你自己拖吧。我这现在腿都没缓过来。你回来了吗？回来给我带那个三文鱼，我想吃三文鱼。想吃个三文鱼。你买我身上这件儿，买我身上这件儿，我这还西服穿，现在卖不了你啊。
等我过一段时间拍完戏的这件衣服再卖你。哎呀，太懵了。你也未定。我想吃，我吃吗？我可以不吃三文鱼，但是我没吃饭呢，我不知道吃啥呀，我不知道吃啥呀。我们的单亲好朋友也不给我买吃的。楼下也没啥吃的呀，不知道啊。你问丹青出不出？哎，今天周5了，丹青出不来呀。我说这么小的。哎呀妈！能量很足。我的衣服能量很足。侧脸我都看，我双下巴特别严重。王婆大侠，不爱吃。冷冷去拍完，冷冷没拍呢。冷冷还没拍呢，冷冷下周拍吧。咋的了？困了。肠粉这边能好吃吗？肠粉？或者就是没吃饭呢，而且好不容易收工这么早，舍不得睡。工作状态很闷。工作状态很闷。那你们要是跟我一起工作，你们就不会喜欢了。
这状态，其实我其实工作状态就是很，我不是一个贴心的人，对。谁给我工作，其实压力都挺大的，因为我们就是我给大家讲个事儿啊，就是我们其实这次啊，我们这次其实用了一个特别厉害的，一个摄影指导，我们这次用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摄影指导，然后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本科，然后他是专门的摄影师，他是本科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摄影师，本科学历摄影师，然后他今年又那个什么，又上了那个研究生，你点吧，又上了那个研究生，所以他学历非常高嘛，然后又是北电的专业的院校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是通过饭局，然后就认识这个人了，然后也是圈子里的然后其实长得也算是小可爱的那种，所以我其实用到他，我其实还蛮开心的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正常的就是摄影师，像这种等级的，一般都是要5000块钱以上了。但是因为这次的那个经费没有人投资嘛，就是我自己投的，所以就是他其实就算是刷个脸，然后来帮忙，他大概就是只收1000块钱一天，只收1000块钱一天，就是因为吃饭认识的，然后就有这么一个缘分嘛。他既然来帮忙，我就非常开心。但其实我们在一起工作之后，我就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呢？因为我们的剧组啊，其实一直都是那种特别小的剧组，正常的剧组都是那种特别大型的剧组。什么叫大型的剧组呢？可能剧组可能就是50-60人，或者说100人，都可能是这样。但我们剧组基本上就是10个人，10个人可能每个人分工也都不太明确，就啥事儿都得一起干。然后呢，这个摄影的这个小胖子呢，其实他来了，其实我们因为他学历很高，然后又是专门学这行的，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摄影指导的一个位置，他就来了，然后他就觉得说，可能工作量太大了。再一个呢，我觉得我单方面的理解，可能因为他都是在那种大型剧组去工作的，所以他没有在这种不正规的剧组工作，所以他有一些工种，其实他不太了解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小剧组可能都是那种摄影师得把灯光师的活也干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灯光师，摄影师就必须得懂，或者说得去干灯光师的工作，但他是就是在学校学的，而且就是他可能没有单独做过灯光师，所以他有些东西他就不懂。一开始我们的灯光就出问题了，我就说为什么之前就是灯光搭得很快，而且就是都是我想要的，但是这次就是我们工作了第1天，花了一整天只拍了1条然后我还非常不满意。第2天我们再工作的时候，其实就发现拍人拍的特别丑。还有一堆垃圾吗？我又收拾一堆垃圾出来。啥呀？各种东西啊。没有不该扔的扔了吗？不会。他那个剧本
好像有几种。你看吃啥？我点了鸡牛疙瘩汤，还有翅。汤不来这儿。这家是连锁吗？对他们家的翅很好吃。我想吃个炒饭。可以，你点炒饭。那我就点个小份的。林浩哲那什么白的那个金头盖，你看见了吗？没看见，我收拾也没看见，因为我还扫地了，我也没看见。他还流鼻血了。哦，流鼻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流鼻血。是工作累的。没有，今天小德给他按了一下那个胳膊。又按坏了。真能赖你们。小德他们没去。没去哪儿？没去公司。没有啊，人不是早走了吗？妈呀，真的一片狼藉。微辣。等会儿啊，我点一下餐，然后继续给大家讲那个故事。在你面前没有秘密。直播干什么呀？不就是讲八卦的吗？可以说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洗了吗？我没洗，我刚才腿累得抽筋儿了。你再给我抹。那像我那个浴巾，是不是也得洗一下？这小包包是谁的呀？这女孩也不嫌弃啊。这么贵啊？点啥了？这么贵呀？啥呀？怎么这么贵呀？200多。那我看看点啥，我上去。你没点啥呀？200多。啊，烤翅你点了6个呀？啊。所以贵。那也不至于200多呀。250多。不是，它怎么能250多呢？这啥玩意儿这么贵？疙瘩汤24块钱？那我就不喝了。那太牛了。疙瘩汤24。麻辣串贵吧？啊，你是点了，它这个是1串26、23，6串啊，不对，啥呀这么贵呀？我不要这个了。没事，我可以不要那个鸡肉，我可以不要那个鸡肉串，可以少，我要了6份，可以少要几份。无所谓，点。你刚刚是啥没了？无所谓。你要吃啥？少点几个鸡肉串不得了吗？不用。你不吃鸡肉串就吃那个。我吃鸡肉串行。搞得好像我不让你吃东西似的。没事儿。后边的是老头吗？后边是那个母卫。呸！母卫。对，小卫。我给大家继续讲啊，刚才我讲的你们听到哪儿了？我都忘了。说人不懂灯光，说人不懂灯光。老头儿，就是说到那个就是就那个摄影师，然后我们就是打那个灯光就打不出来，然后呢，他就算打出来，就照的人吧就特别丑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，就是灯光如果打得好的话，其实人就好看，或者说灯光打得好的话，人的皮肤就好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好的地方，我们就愿意拍照，就是因为它灯光好。这个大家能懂吗？你不开空调？刚才开了，我吹的好像那个很疼，吹的腿很疼。开窗。对，反正就是它灯光它不会打，因为它在那种大型的那种团队，它不用打灯光。大型的团队就是你摄影师，你就是摄影师，他不用打灯光，他有专门的灯光团队。所以他在我这种小地方吧，他就得懂这些东西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我其实我不懂的，我以为就是摄影师就是也要懂灯光，然后他打出来我就不满意。
我就让他继续变，继续的去。不能说其实他懂，但是他往出打就是都他要什么他知道，但是那个执行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熟。对，反正就是打的就是怎么弄也弄不好，所以我们心态都有点崩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想着说，我们就从我的团队里边，我之前的团队里调了一个，然后我发现那俩就是调来的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摄影师，他们就懂怎么打出我要的，但是这个摄影指导就不懂，然后我就说让他们来打，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儿。因为他们碍于就是说那个学历高的那个小胖子，他是摄影指导，所以他们有点不敢打。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摄影指导，手下是两个摄影师，这俩摄影师呢都是非专业出身，都是那种自学的，所以他们什么都会懂点儿。所以他们会打出我想要的灯光，但是这个摄影指导，因为他就是专门去学这个摄影的，他没有怎么就是处理过就这种小剧组的一些工作，所以他就打不出来。那些能打出来的又不敢打，因为这驳了人家那个摄影指导的面儿。然后其实我就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之后，然后我就跟这个摄影指导，我们就在沟通。结果这个摄影指导其实他好像就有一点点情绪了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累啊，因为打不出来这个灯光，我们消耗的时间也比较久，所以我也有点焦急，他也有点消极怠工，人家本身又是来帮我的，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，但是我们就浪费了一天拍摄的时间，我就很头疼。后来最终我就发现他好像态度有点问题。然后呢，我就跟制片人说，我说实在不行跟他聊一聊就这样，这个摄影指导他也就是跟那个制片人就说了，说那太好了，因为他跟摄影指导说的是那太好了，因为他也觉得说在我们的剧组有一点点就是没有用武之处，然后他走了以后，他反而也觉得轻松，因为这个事儿他是答应过来帮忙的，所以他不能主动退出，他也希望我们主动去让他退出。但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们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是让别人来帮忙的，我们不能再去辞退人家，或者说跟别人说不让他来，所以就双方就是很默契的都选择了回避。然后这个摄影指导就再也没，就是今天就没来了昨天就开始没来了，然后我们就赶进度，所以我们这2天非常非常的累，就是疯狂的在赶进度，因为我们一天至少要拍10场戏，但是我们浪费了1天，所以我们就得在今天和明天继续赶进度，要不然我们拍摄周期就完全不行。成员减少了，是的，成员减少了。还要洗轮吗？我洗了。没有了。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最主要的是我们其实就是钱少，所以我们雇不起那么多的成员员工，我们雇不起。我们其实这部片子就是非常非常赶，我是想着说在我的考试之前要把这个片子就完成，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赶，也前期也没有准备。制片人是小薇吗？制片人不是小薇，小薇这次是女2，应该是女1吧。如果说按照戏份来讲的话，她应该是
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，他戏份是最多的。他这次是专职的演员兼玩伴，会不会拍不出你想要的感觉？我觉得每一部片子都有遗憾吧，因为我们能力总会不足。你像之前拍小茉莉的时候，可能资金是 OK 的，但是我忙着开酒吧，就没太多的精力。这一次呢是有精力，但是我们没有投资，所以就是都会有遗憾都会有遗憾。你像芝麻，其实我们就没有太多的经验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拍。每一部片子都会有这个遗憾，多多少少都会有遗憾。而且就是你看《芝麻2》的时候，我们的遗憾其实就是演员不太好。Sorry， 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芝麻2啊。我又不是那个不好的那一批。我是矬子里的将军。所以就是，其实按照常理来讲的话，其实小薇他们是专业做剧的，然后也是专业做传媒行业的。其实在小薇的眼里，其实我们的剧组就是跟闹玩似的。我可没说啊。他其实都，你知道小薇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什么呢？就是小薇说，你这个事儿肯定会有问题。我说那不会，我就说不会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哎呀，这次大家都有经验了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他说，我觉得一定会出问题。结果真的如他所料，然后他说这个就说我们的灯光绝对会有问题。我说不会吧，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小茉莉的时候就三个人组成的团队。然后也没有灯光组，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组，没有场务，这瞎拍都拍完了。我说怎么会这么难？结果这次好多问题，好多问题。所以小薇其实非常有经验的。可不敢踩一捧一样。缓过来了吗？没有啊。你说嘴巴子呀？嘴巴子其实第一个嘴巴子不疼，第二个嘴巴子给我扇得耳鸣了。小薇是第一个嘴巴子疼吗？也还好吧。对。第二个嘴巴子疼吧？都差不多俩。他是第二个嘴巴子尤其重。直接给我打耳鸣了。那个阿姨可实在了，说没事使劲打，这是你亲儿子，你得打得更使劲点儿。为什么要真来呀？因为我们追求真实。我们就是我觉得拍戏就是这样啊，对吧？拍戏就是要这样，那你不真打，那所有人都觉得就真打了。真打了之后，你们其实在片子上呈现都会减弱40%左右。就是你要知道现场和就是播出的那种感觉绝对差了好多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做到100%，你们才能看到60%。这个东西没办法。现在看直播的时候感觉很疼，也还好。对，虽然说打耳鸣了，因为他是打耳朵上了，但是力度其实还好。打耳朵就是本身我有骨膜炎嘛，对。但是我说实在，这个阿姨还行。对，就是哭戏有点出不来，但是你知道她哭戏为什么出不来？因为她哭的时候是闭着眼哭。她泪她直接就挤开了，就散花了。她不像咱们哭都是睁眼哭，大颗眼泪往下掉。
它有效果。我第一条真的是大颗眼泪，大颗的。所以我就说那个他们不知道在干嘛，就他跟这个 B 级吧，他俩配合的不好。他要是跟成龙大哥的话，他俩一定会问清楚。我今天哭第一条，你是不是还挺感动？我就要哭了呀，但是我会觉得。我会觉得没拍我还没哭啊。结果拍的是你。对。拍的人没哭。对。被拍的就是没拍的人哭了。对。然后在那块尬着我杵着。阿姨演得很自然，阿姨我觉得真的是感受派吧，她在那块就是骂人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像自己爸妈骂人。但我妈没有她这么狠，但是确实骂的还是蛮像妈妈的那种骂人。哎，第一场我和那个阿姨情绪也好，我俩互相对上了。第二场我没那么快。刚哭完。我跟他演戏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场什么事儿都得我看着，灯光也得看，然后景别也得看，然后打板我也得那个看，然后阿姨表现我也得看，结果然后有一散光，然后他的泪又不明显，我就在那块死盯着他，哭没哭啊？让我们正常出工的话，那个小间是摄影指导要看一个，灯光要看一个，然后造型需要看一个，然后执行导演要看一个，那个化妆要看一个，然后导演。什么东西？这些小屏。就小间手里拿那个，咱那手里拿那个小间。能一拖这么多个呀？对。那信号能稳吗？稳。然后导演那儿是有小间，然后又有大间，就导演就不用动了，拿个麦克风在那说话就行了。然后那个剩下，比如说你灯光有什么问题，然后你直接和灯光说，然后就是他有3方的那个耳机，你在耳机里直接说那个灯光。那不会乱吗？就一大帮人都说这不行，不会同时说话的，就是导演你要说话，你把那个麦克风就是那个放下来，然后灯光老师那个灯光你感觉有点问题，就是其实导演一般是和摄影沟通。那化妆师不会说，哎，那个我觉得灯光有问题。不会，因为他只管他化妆。对，他不配。就现在就是天哪，那一天机器还蛮贵的。就小机器也行。小机器也蛮贵的。就是那些配件会很多，其实设备一般你。而且进度能快吗？很快。能快啊。对，就是你正常拍的话，一天大概是2分钟到3分钟的量。什么意思？2分到3分钟的量。就是如果是那个电影场次比较多的话。电影能出2分钟到3分钟。对，剧的话其实。这算快吗？剧的话一天最快10分钟。我们首先就是监听监看设备就没有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要演完了还得要看，我不光要看自己，我还要看别人。就像我如果说是导演的话，我就专门看别的演员就可以了，那样就快。我这边演完戏，然后还得走位，还得编排，还得，特麻烦。就我们是什么呢？就是感觉所有的事儿我都得参与，因为你是导演，你是整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所以各个部门都会找你。你想在那块儿就是沉浸一下下面的台词都不可能。还好就是这个剧本是我写的，我不用背台词，我大概我就是能知道这场戏在演什么，顺2遍我就熟了，因为它是我的话术去写的，所以我不用专程的背。但是你像就是如果说我又是导演又是演员的话，这剧本不是我写的话，那我还要背剧本，烦死了。那就烦死。像小薇她就是剧本台词比较多，
而且我觉得咱俩也算是那种就是记忆力不算好的人。是，但我觉得已经够快了，记得，也挺快的了，记得。那是因为我没严格要求，有些东西我其实就能过就过了。是。我就想着说这个东西吧，我就想这是我一个就是考试之前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，别太较真儿了，就花那点钱。但你突然有几个镜头会突然很较真儿，就是你一下严格一下松。你比如呢？比如昨天做菜那个，我感觉就不用那么多，你拍了好久，1个半小时、2个小时。其实那个做饭呐，做饭其实是想表现我这个人物就是很怎么样。是，我是感觉有点太久了拍的。就是立人设嘛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设一直都没出来，除了图。是，不是？我是感觉那个就是拍的时间有点太久了，就很快就有几个镜头过了就行了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，比如说你5分钟拍一段，有5分钟我就是弄鱼，另5分钟拍啥？感觉拍了1个半小时、2个小时，好久。没有，那是你感觉错了。是吗？你感觉错了。没有，那场戏其实还蛮，哎呀，我为啥就是要把它都拍进去呢？因为我如果这个事儿肯定是我做，能懂不？这炒菜的镜头也是我炒，所以我与其让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去切，还不如我直接都切完了，切完了我才能进去下一步。所以就这么的我才录的时间长。是啊，对。对呀，我还得炒呢，对吧？他不是光切菜。你看看咱们那几个，也就成了大哥做过饭，他们哪个做过饭？是。没办法。啥时候我能享受那种就是专职的导演的那个状态？我现在连演员我都不想当。你可以不当，但是谁能撑得起你的剧呢？你觉得？就我现在觉得当导演还蛮爽的。也累，你得想，就是你当导演，你得把所有的分镜都得讲清楚。那倒是。得出分镜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专门去出一个分镜的话，我觉得还就是画面是你想要的，这个很幸福。而且你可以要求你喜欢的演员去完成你想要的东西，这个很牛逼。对，其实很爽。你主要就是和摄影指导去沟通。然后比如说，其实美术的话，基本上不会有大差，不会有太多问题。你可以主要是和摄影指导去沟通画面的问题，然后就是演员的那些表演的方式、演技什么的。你说你要纯做导演的话，你让谁来演主演呢？对不对？本来不就想让你吗？我不行，我感觉我感觉我说，就是我知道怎么去演，但是让我去演，我没有那么的。你没有那么投入吧？现在不是投入，就是就我觉得你现在事儿也比较多。我演不出来有的东西。我知道该去怎么演，但是我演不出来。就是我去指导人，我能指导，但是让我去演，可能演。你不是说每个导演他都是不可能说导演都亲自去演吧，对吧？演员就是演员。我还行，我投入了，不然我就哭都哭不出来。不是，我说你是平时就是咱们平时的。咱们跟那些专业的搞影视的人吧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所有的生活包括就是闲暇的时间，他们接触的都是这些东西。对。咱们是不一样的，咱们是有自己的生活，包括有这个别的工作，思想是都不一样。所以你看那个聪聪，今天我就跟他聊，聪聪说我收入很少，我说你为什么收入少呢？因为他说他接不了几个活儿。
就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自己的主业，所以他们就是以这个生活为基础。咱们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生活这么坐以待毙啊，就这种状态，所以一定会做其他的东西。所以你看他们做的东西就是艺术，就是偏那种就是矫情或者说偏那种较真儿的东西。你看咱们我不知道你拍什么东西较不较真儿，我不较真儿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得花多少钱才能做到。比如说你就说咱们的东西为什么不好看？没有美术啊，没有道具啊，谁专门去研究这些东西啊？有啥上啥了，挂烫机带过去，哎，好像带过去了吧？带过去了。不知道，我记得好像就看福福拿走了，谁说啊200刀。哦，他在直播间吗？怎么还不睡觉？我也膝盖疼。我腿疼。这是膝盖吗？我腿不是，我是脚踝，对，脚踝和肌肉就站着的。今天感觉没坐着，感觉。是。给你叫个大卫。不敢。这没钱叫到位啊！这咱们这次预算肯定超了。一定超啊！你当时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超。你光吃饭你就想了，吃饭的就直接超了。就我们这种配置，就你们好奇，就是我们拍剧要花多少钱吗？我可以说的啊，我可以说吗？你可以说呀。对，你们猜我这次的剧，以这种人手，我们现在团队大概有10个人。对，我们团队大概有10个人左右，然后我们拍一个短剧大概要多少钱？你们猜？只能工作10天，因为我们的预算非常有限。你们猜一下。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拍10天，然后要拍出将近像芝麻2那么长的一个剧，然后工作人员大概是10个人，然后有外地的演员，我们要花多少钱？对，只能工作10天，对，我看能不能有人猜准的，20，40、50、16，我们这次拍剧，我可以把这个费用，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，就是我们拍剧大概工作人员其实有几个呀？有工作人员7个啊，其实就7个工作人员，7个工作人员几乎什么活都要做，对，这7个工作人员几乎什么活都要做。然后7个工作人员，然后还有2个外地的演员，我们要包食宿，包往返机票，然后我们还有剪辑的费用。你们再猜，我给大家说了，我说我有7个工作人员，他们啥活都得干，然后只能工作10天。有2个外地演员，我们要包机酒、食宿，然后还有剪辑的费用。你们猜？大家可以踊跃的猜。
这个钱是我自己掏的，啊，还有个关键点就是这个钱我得自己掏，因为这次没有投资，啊，再给个关键点，这次的钱得我自己掏，所以费用可能会压缩，啊，行，给大家揭露谜题啊，我给大家分别算一下，我这次的7个工作人员的10天的工资，现在的预算是哎，你别说具体人家人，你让人万一接不接活？没有，我得说嘛，因为这次很多人都是刷脸，对刷脸，他们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的制片人的面子，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可能我们剧的影响力，对，所以他就我们非常便宜。然后我们的剪辑师也是之前帮过我的一个剪辑师，所以也是非常便宜，所以整个的项目前后包括演员的机酒食宿，总共加起来应该是在15万左右。然后其中剪辑师因为他是芝麻的剪辑师，之前其实就免费帮我剪的，然后他这次我就不好意思再让他帮我免费了，所以我们决定给4万块钱红包，他还是帮我们去剪，就是我们就这个剪辑师，我只给他包了4万块钱的红包，对，帮我去剪这个片子，因为芝麻其实他就是他帮我剪的，芝麻其实是因为我认识他老板，所以他帮我我是他老板的朋友，所以他帮我剪的，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包个红包啊。第3点呢，其实我觉得主要费的就是2把刀他俩，太能吃了。虽然说他们住的是比较不好的酒店，但是10几天也蛮贵的啊，蛮贵的。对，剩下就是全靠刷脸，然后包括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还没算就是日常开销，比如说买道具啊，吃饭呐，每天我们的吃饭大概得400块钱吧，500块钱，500一个人一天2顿饭嘛，60，对，600块钱嘛，600块钱一个人一天，就是整个剧组一天大概是600块钱的伙食费，二哥会客串吗？没有，这次你们之前看到的演员都没出现，除了小茉莉，除了维尼宝贝，除了维尼啊，对，除了那个就是小薇，10个人一天才600块呀，是的，这次其实按照我的个性，可能3个人，按照我来讲的话，可能我一顿饭可能就要花600块钱，但是这次是有制片人管着我，就我制片人天天在给我算钱，因为他很负责任，我这个制片人也是1分钱都不赚，就是1分钱都不要，都不是说不赚了，你有的人就是说那个我不赚你的钱，然后你给我一个成本价就行了，不是，这个制片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讲义气，然后就是也是通过拍芝麻的时候，一个大哥的一个员工，所以就免费的在帮我做制片人，然后他每天在逼我省钱，我觉得非常好，
小薇外形其实很 man， 让小薇演 man 一点的角色，那很难吧？你真的了解小薇吗？但其实我还好吧，生活中，我就和你母，其他人也。太好笑了。没有，我们这次之前的演员都没有，之前的演员都没有，因为我们这次是新的故事，对，新的故事没有之前的演员。但有一点我得说，我比二把刀 man。你敢这么说吗？对。大换血不是大换血，其实我就是不喜欢用之前的，就是因为不是同一，如果说是同一个系列的话，我用同一批演员还好。就是我甚至我都会觉得说，我要演一个新系列的话，主角应该也不是我。你喝吗？但是我就没办法，因为现在没有人去，就帮我去做这些东西。所有人都觉得演那个就是主角压力大，所以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全职的、全心投入的去做这个一个剧的主演，因为演戏是不赚钱的。你喝吗？给你分。我不喝，我不喝。不喝，我不分了。演戏是我们是没有片酬的，所以大家其实都是有工作的啊。我们还请不起专业的演员，所以我们也不太会，不太会就是给那个演员片酬，对，是这样的。是想让大家都有这个展示的机会啊。那你想想，我本身我就是我其实更爱拍不爱演。我这次演我都觉得好累，而且我接下来可能就学这个拍剧，对。因为我其实之前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储蓄，有一些储蓄储备，所以就是还好，而且10万块钱，就算是因为我接下来可能就要专职的去学导演嘛，专职的去学导演，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就像你做一个练习题一样。其实我现在想想，就是虽然说我每天拍戏，我觉得挺累的，然后又自己搭钱去做，可能最后又捧红了一些白眼狼，这可能会有这种情况，因为我们就是，但是我又想说，你说我们花了10天的时间去完成了一件就可能被大家看到的事情。最终，然后我又就到了那个考试的日子，然后我又顺利的考过去了，然后我就开开心心的就上学去了，多好！对，就是很开心啊。以前拍剧本，对，因为这次都是刷脸。正常的，你觉得小薇，就以你们正常的算法，你觉得像我们这种体量的剧，大概会花多少钱？就是这也别说那种就正规的公司了，就是如果说我这次不靠刷脸，或者说就是不靠刷脸，然后还是直接配置吗？对，不靠刷脸，你觉得会花多少钱？因为小薇这方面有经验，她总做剧。
一天怎么着2万左右吧。2万左右，10天20万，这所有的费用吗？就如果你正常你不去用别的乱花钱的话，差不多。我觉得下不来哎。就这样直接配置啊？怎么可能？你摄影师一个人1天2000块钱，怎么可能？就是你那个时间点可以做打包价。然后演员吃住酒店，还有演员呢？对啊，你还有演员呢，你还有场地呢，你怎么可能20万能下来呢？10天，30够了。30差不多，因为咱们就拍10天嘛，我觉得还好。你要是20天的话，那就是翻倍了，不止了呢。我一会儿再拖吧，我怕我一拖你那个好吵。那啥？我说我一会儿再拖地，我要拖地的话你会很吵。冰水呢？冰箱里没了。没了。帮我倒一杯82年的冰水。冰块好像不多了，还没治好。我们真的是就10天赶，能有8集吗？这要看最终的情况。因为我们太急了，因为我们这次因为是刷脸嘛，刷脸很多的，因为我们这次找的都是那种行业里的一些从业者，所以大家都是有其他活儿的。就比如说我们的摄影老师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的摄影老师他大概就是说，13号之后他必须得出去工作的，所以我们只能拍10天。是这么个原因，我们才只能拍10天。还有就是有一些演员，他们就是只能周末拍，所以我们不能拖太久。包括我的场地，我这次拍摄场地都是小薇提供的。公司是他的公司，家是他的家。这我要是去那个租场地的话，一天得多少钱？像你这个家？卧室的实景棚包天一天7500到8000，一天7500到9000吧。什么棚？卧室的实景棚7500到9000。卧室就光卧室？就是一整个屋子，就是这是居家的客厅卧室一整套。啊，吓我一跳。但是那个电费什么卫生费、膨胀费加上的话，1万块钱以内。对啊。非常高，你们以为拍电影呢？这是便宜的价啊，有贵的。而且他说的只是卧室，我们还有公司的戏呢，你们要想象。包括我们还得租车呢，对不对？你租车，你想想这些，你换场地，你租车得多少钱？你还得买设备。所以我真的年纪大了，我才知道，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不明白，就是他们说学艺术花钱，就是一般没钱的人家不要学艺术，我现在才明白。我把饮料放冰箱了。一直放冰箱，他们也霍霍了，喝2口就不喝了。这次讲的什么剧？可以给大家剧透。这次讲的其实就是跟芝麻有一点点像。芝麻是一个小孩儿，然后为了爱情去蜕变，遇到了很多段感情的故事。但是绿豆呢是属于一个农村中年 gay， 也不算中年，农村
30多岁的 gay，然后来北京，然后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，生活，对。对，它跟芝麻是属于姊妹篇，嗯。这炒饭挺好吃。他们家主食好吃，主食和那个鸡翅好吃。这不算剧透。啥也没说就透了。这是项目简介。农村傻白甜，我也不算傻白甜，但是确实土。我这角色不算傻白甜，只不过就是有些大城市的事儿他不懂。就比如说，这里边有个话题就是，你看到了朋友的男朋友出轨别人，你会不会告诉朋友？我就做过这个很傻逼的事儿。我也做过。没捞着什么好处，还被骂了。被谁骂呀？就是我那个朋友有一次有个唱歌的局，然后呢，他在里头唱歌，他对象和另外一个人在门口旁边的那个接吻。对，就在那儿啃上了，我就看着了。第二天晚上吧，晚上。是你很好的朋友吗？我感觉他还和我关系挺好的。哦。嗯。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旁边没人吗？他说没人。我说你方便说话？他说方便。他对象在旁边。对，他和我说他没就。他可能觉得对象不是外人。然后他开的公放，我就和他说了。说完之后呢，俩人就闹分手。那他对象就骂我。后来没分吗？最后是分了。啊。但是当时是分了没分成，又和好了。你就说我真是太傻逼了，关我什么事儿呀？但我会觉得，如果说我看着你对象和单身对象出轨的话，哪怕咱们关系这么好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我和他关系好的程度可能和我和单亲差不多。那没多好。是好朋友，但是还行的那种。我单亲也还可以啊，虽然没有，我们俩平时虽然不聊天，但是也不算是好朋友的好朋友，就是还平时也会直接接触。像我现在就不会说，我觉得，我觉得那是个人的命数，这是这个人该去经历的结束，就不应该是你来干涉。是吧？但是如果我碰到你对象出轨，我直接冲上去。不要。都不要，我觉得那与其你冲上去，还不如告诉我。我觉得你处理不好。
今天就对报价对和客户就吵起来了。为啥？太傻逼！当时他好几个东西我不想接，张老师也不想接，然后他说非要让我们做，然后因为其实有一些视频是客户他自己已经做的，人家就自己公司就是人家自己员工，人觉得好玩，人员工就人了解自己要啥东西嘛，表演节目对吧？背后放个视频，都做完了，但是那些员工做的是什么呀？16:9的视频。但他们活动呢是那种巨宽的那种长屏，可能是1:5，你们就给人转了个格式然后客户的意思是啥？就是你光转格式没法和人收钱啊，你给人重新做一下，对吧？你就照着他那个样子，比如说他可能是个波浪花纹，你给他整个什么菱形花纹，但是你结构别给人变，我行。我说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要找我们做的话，我们对吧？你那成本我感觉是高。你确定要做吗？他说确定。结果呢？这方面不想给钱。对，你说什么客户没验收，说没验收的，说是那个客户从淘宝找了1500一条。那你之前还说做，而且还跟你说了，对，你现在就不想给钱。这客户给不给你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其实就是。要不就是他们预算突然没这么多了，要不就是这个人没搞清楚。然后后面就在开始掰扯说什么这样那样，这个视频怎么，那个视频怎么了？妈的，整了一个月，他们光中间的对接人就换了3波。哪个团队啊？嗯？公关公司啊，公关公司，因为他们这个组是没有员工的，只有一个项目经理，然后这个项目经理呢，他找了一堆外协，就是项目经理总负责这个项目，又找了好几个那种小项目经理去分别对，比如说什么舞台搭建呀、视频制作呀这种。像钱给了吗？没有呢，现在刚对完钱。那感觉以后也不会合作了。是。我今天中午聊着聊着，他把电话压了，我生气，然后他找张老师去投诉我了。因为我们对的时候，那个客户太傻逼了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那个张老师是大老板，你有什么事你们要不就和他对。他可能一直以为我是底下的员工。不，是20几万那个项目吗？嗯。这是那个有那个露天广告那个，188演员那个。不是，那是另外一个。哦。那也没挣多少钱，那本来配置是30多40万的配置，客户要20万做。我也，但我很好奇，你这个项目最终给你十几万，那你们前期花的钱？花了可能我感觉有6、7万，就感觉没有那个，就等于白干了。嗯，还好，没亏就行了。亏是不能亏的，只是感觉就是白干，折腾半天。感觉他们就是耍无赖了，对吧？说好的东西，做的时候就感觉是坑。我真的推了就光那个拍摄我推了3遍，我说我不想接，我别让我去拍了，我拍摄不赚钱，拍摄就是平进平出的。哎，你管说你们现在这行不值钱，有些东西自己用小软件就做了。是。就像我看，好多什么 UI 呀，现在都失业了。是。
做那个太少了现在。接下来可能平面设计也快失业了，因为现在这个平面设计还好，不会的，因为你现在用 AI 去做那些东西吧，它还是需要人去辅助纠正的。那不是早晚完事儿吗？不，你可能就是你用 AI 生成的这个东西，70%-80%大部分东西是可以满足客户需求的，但是你完全达到它要出街的效果的话，还是得要设计去做微调。它没有智能到那个地步。而且那天我跟就是那个那个他叫思阳还是飞扬啊？思阳说是思阳，跟思阳聊，他说国家可能会管控这些东西，就不能让 AI 代替了太多行业。对，确实很多 AI 已经太夸张了。他们前段时间不是说嘛，就是说 AI 在短时间内它不会做，就是很质的飞跃了，它基本上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再稍微优化一点，不会改变太大了。那天我跟凡哥吃饭，不就是聊到吗？那现在电影没人看，就做电视剧还行。电影其实你走院线的呀。电影现在已经就是大家都不想干了，因为不赚钱了。现在啥赚钱？没有赚钱。做那个什么赚钱？妈，那真赚钱。哎，我觉得那个真的，你做的好的，轻轻松松一年上百万。哦，百万不了，百万有点太难了，除非你是那种很贵的。什么？除非是那种很贵的，普通的一年，我觉得50万是不成问题的。是倒不好。做手活，他们咋更才能的？赚钱的方法都在那个，那个里面写着呢。你不吃了啊？你吃啊？我没饭了。这饭挺好吃，但是少。下次给你点2份。不用。图图，你为啥这么拼呢？为啥呀？你分析一下，我为啥这么拼？刻在骨子里的吧。有一点点。再一个，我觉得我是吃到这个红利了吧。对，我是可能圈子里为数不多吃到红利，然后我又能把这个红利变成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的人，所以我就有点疯了，我就有点着迷。就是你们要知道，就是说很多的网红，他们可能赚钱以后，他们就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花，或者说他们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。我是赚完钱以后，我就想着就是说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了？所以我就是很着迷，再加上我的个性也是如果说是我擅长的东西，我去做的话，可能我就没兴趣。如果说是我不擅长，我突然就是把它完成了，我就觉得很爽。对，我就觉得就是我很喜欢听别人说一句话，百里屠夫没学过，哎，做的还不错，就是很爽。但是如果说上完去之后，对人说你做的非常好，那我就要求了。对，那我就觉得说完了。我觉得乌尔善他的难过死，
打击太大了吧？可是那个后面是三还是二？三是吧？二，就被说不好的那个封神。封神上的是二啊。对，二是真的有很烂。不是，我觉得乌尔善他那个就是画皮二就拍的不好，就是故事性差了点儿，可能那一样，封神也一样的问题啊。对，就故事性差了一点儿，但是你要说画面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多好，因为它好像是就是那个西方的那种审美，我觉得。但是你看芝麻一也没有取得多高的成，不是芝麻一去了，就那个画皮一其实评分也不高，但是我还反而爱看画皮一，因为它审美起码是东方审美。我到现在我都就是我看《指环王》我都没看进去，又臭又长。指环王一直没看过。太长太臭了。他这家串还挺新鲜。他们家好吃。我有的时候吃别人家串是臭的。可没好了，好像没好，那我好了，那给你拿点冰。要，不用。你要喝苹果汁吗？我都可以，我。就是可以啊，但是你买的，我以为他买。我买的，我买黄瓜的时候顺丰买的。蓝雨好看啊，我觉得蓝雨呢就是偏我喜欢的风格，我喜欢讲故事，我也爱听故事，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臭矫情，然后一个故事里要包含很多的什么大情大义，我觉得小故事会吸引我。我今年还在做专辑，带我一首吗？我至今我没听过你唱歌。我特别难听。我听你在那哼哼了，今天是第一次听你在那哼哼。特别难听。我完全没加。就是你在 KTV， 跟我的 KTV 局你没唱过歌。那人都那样了，我咋唱？还有艺术家在呢。哎呦，我的 KTV 局都是应酬局，感觉。对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这上去要唱一下，和得把人都吓走了。我后面在想，我要不要去报个声乐课学一下？要我真的我去 KTV 张不开嘴。你要是真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学。最起码别跑调跑太严重。那我觉得改不了。人不说吗？跑调是因为你耳朵有问题。但我知道我自己唱不跑调。你唱的时候也知道。我唱的时候也知道。就和我演戏的时候一样，我知道演的不对，但是我改不过来。那你是真知道自己唱的不对，还是说你能从别人的感受里感受到？我知道自己唱的不对，就我听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跑调。那你怎么会唱不对呢？
不知道，好问题，不会发生。有拉赞助吗？我是自己搞的，这次是自己搞的，这次就没有赞助。这次我觉得我挺冒险的，马上上学要花那么多钱，然后又上学之前又搞了把大的，就挺冒险的。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坚持就是上学之前一定要搞一个，因为我觉得上学之前太难熬了，这1个月我必须得搞一个。我就觉得这1个月我其实已经浪费了好多时间，我就觉得巧了，我现在在北京，然后你还去日本吗？去个屁了，没钱了，去个屁了。原本这个拍剧就不在我的这段时间的预算里啊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一定要拍。然后我以为这次就几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了，没想到又干了这么多。你时间太长了。还好吧，其实我以为就是刷脸的意思，就是1分钱不给，所以我就整了之后我才发现，刷脸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你可以去直接刷脸，但是被你刷脸的人就不能再去直接刷脸了，因为不是他们的事儿。所以我不懂嘛，我一直都觉得，我觉得真正的刷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我跟你的关系，然后呢我说这次来你家拍了，你说没事拍吧，然后我最后你可以刷我的脸，但是你刷不了我要去刷脸的人的脸。就是我和人说，我不能说是我的东西，我说我朋友的东西，所以就不一样嘛。所以我就不懂嘛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啊，我借你的景，然后你说借好，那我拍完了以后给你那个发个红包，这就是刷脸。我没想到就是刷脸的意思是啊，给你打个友情价。我不懂，我确实不懂。但说实话，他们这个价格已经很贴心，很好了，对啊，很贴心了，而且很负责任啊，人家还有本职工作。我不是说抱怨这个，我是真的不懂，很多东西我都不懂，包括这个原来他们正规的这个通告单，包括他们拍戏啊怎么样的，原来是这个流程。你看你发现我这次片场我啥都不管，我不说，就是因为你已经把这个头衔去给了人家了，我再去说是不好的。既然那个在底下拍那个送别那场戏的时候，国瑞跟我说，你为啥不上去帮百里？你为什么不和他说要怎么拍？我说不是我该干的事儿，这次我不管这个。然后他上去说了，被骂了。还行我骂他不接，我真的烦死了。他跟聪聪都在跟我表达他们想要什么。我说你们赶紧往下拍啊，他俩就跟我说他们想要什么镜头。我说我们正在拍这个镜头呢，整的那俩那个 B 机就完全就跟那个对 B 机跟那个林浩哲他俩就是没沟通，他俩拍的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说真的头疼，就吵，那个国瑞就把那个林浩哲叫到一边说我要什么什么景，然后他跟那个 B 机不沟通，然后林浩哲说那个因为这个国瑞跟他说完了，然后林浩哲就自作主张的就是拍了那个国瑞想要的，然后紧接着就是不满意，他们就想补拍。我说你们别补拍了，我说我马上人家要走，人就到6点左右，人家要出去办事儿的，人借的那个车。我说你们在干什么？还在那块磨叽，人在车里，那你不能真的等人生气了你才放人走吧？那扯呢。愁死人。但是国瑞来一点就好，就是他能帮我想镜头连接，要不然有的时候我确实想不了。而且他有几个点其实说的非常好，就是角度你给我多找点，但我确实觉得有一些角度你多找点其实是连不上的，就是那个是有一点点
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叫什么，就是它是错误的，你要加那个点，它是非常非常错误的，但是它要多几个镜头，那我觉得没问题，我能拍就给拍了，但是卡时间的他们。你像李浩哲，他一直想玩那些就是调度，我说就这么一场戏，而且就是一个过场的东西，你整这么多角度干什么？总共这场戏大概10秒钟，你来4、5个机位，然后又来回的滚，哎呀妈呀！而且有一些东西，它不是说你调度多，它就一定好看。对，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看的那个片子啊，他们几乎中间都不切，就是一个全景。就是全正反打就没了，有的都没有正反打，就一条就过了。然后我就说啊，那个看着也不难受。因为剧不是电影，对，剧其实不太需要那么多表现细节的东西，除非你这段我就是要很强烈的内心戏。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这是他们的作业，或者说这是他们就是参展的一些规则，所以他们就是逼自己要这么做。他们可能觉得从艺术上来讲的话，就是你要表现你的技术，表现你的这个灯光，表现你的这个色彩，表现你的这个这个设计美术，这个才能得奖。我觉得他们才去要求那些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们这就是一个短剧，你干嘛呀？长镜头，我几乎每一条都是长镜头。我们长镜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这一场戏大概2分钟，我们就拍这2分钟，拍完了以后，我们几乎都是连贯着拍，然后再去在不同的角度分拍这个长镜头，这就是正反打。我们几乎不会说一场戏我们把它掰开拍，因为我们怕情绪连接不上。那个情绪一般人连接不上，反正我连接不上。我都觉得今天阿姨录那几条音频，我觉得就包括她那个台词啊，就后期录的那个音频，我都怕嘴型对不上，因为她现场说的和她录的那个节奏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没看那个画面去录。没看吗？没看。明白。画外音呗，远景呗，那只能那样了。只能那样了，但我觉得这次又学到好多东西，就是突破了好多东西。首先，哎，我能说我有点，我能说我有一点点就是骄傲的一点吗？就是现在我想要的镜头，那个灯光我大概知道怎么打了。可能是我要的非常简单，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打了。就是林浩哲他们打，我觉得不是我想要的，然后我一上手，或者说我指挥他们做，就是我想要的了。是因为拍多了吗？还是怎么着了？对。哦。就我现在。但我们的光很简单。对，是很简单，是很简单，但是，就我起码我敢去动手自己去打灯了，哦，这个我没想到，哦，这个还蛮爽的。然后我觉得我比那个咱们之前摄影指导会打灯，我真蛮爽的。今天走了还要被念。以后会不会就是自己，比如说要学了表演，不是学了那个导演的话，会不会
自己的毕业设计也请李晨来。啊，不会，可能好多工作是不是都是自己完成的呀？有这种可能吗？会。也会呀。哦，因为你毕业作品，除非你把钱花出去。不是，他们的意思就是找同学嘛，就找那个其他系的同学嘛。是啊。那也得给钱啊？那不用，那不用。啊，那不用，吓我一跳。但是这个班应该和不太一样。我听那个摄影指导说了，他们本科就是学那个摄影的那个班儿才8、9个人。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进修班，我听他们说是90个人分成2班儿，就是一班40多个人。然后我就问我说，那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实操一些东西，会不会排队呀？他们说不会排队，会谁抢是谁能操作。就好比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有那种就是物理课，就实操的那个物理课，不是说你所有人都能体验的，是比如说你上课你比较积极的话，你才能。我说那像这种 I 人的话，那在上课的时候会不会被边缘化，什么都学不到？他们说会，因为他们觉得进修班不是亲生的，本科才是亲生的。那你想想，本科就9个学生和40个学生，那完全不一样。那我就尝试一下我的如果说我能上成的话，我的毕业设计我一个人完成，有这个可能吗？几乎没有。对，就是你上那个班之后，一定是可以认识人的，而且一定是我觉得不用，你大部分的钱应该不会花在人员身上，花在提升作品质量上，就是质地美术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因为你学了专业的东西，你的审美提高了，所以你不允许自己再将就了。对，而且那个人你肯定是学校里面可以找到的，比如说找不全，但是你大头肯定是找的。今天是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他们让我祝他生日快乐。明天高考，他们让我祝他们高考顺利。明天居然高考了要。对。这2天不都在发吗？这2天哪刷朋友圈啊？抖音啊。没刷抖音，我哪有时间刷抖音，哥？我在片场，我敢刷抖音吗？大家都在等着我。可是你玩了王者荣耀。我只能打2把王者荣耀，太困了。他们家毛豆真好吃，甜甜的。我不吃毛豆。而且一点都不咸，是甜的。我不敢吃，我觉得这种豆类我都觉得会拉肚子，会拉肚子。12点了，该睡觉了。我不播了，我要洗澡了。明天还得我得卸妆呢。